不想活了怎么办？那就我去。如果你刚出生就开始展望未来，你可能会说前途未卜，也可能会喊前途无量。但如果你站在终点看待生命的轨迹，就只能看到一条命运之路。不知道命运是什么，才知道什么是命运。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，所以大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对，经常跳崖的你应该知道，这种刚投胎又急着投胎的家伙叫白颊黑雁。为了孩子安全，父母把巢住在120米高的山顶。至于环境好不好，嘴硬的父母绝口不提。光秃秃的悬崖啥都没有，那还吃个毛？对，就吃个毛。小燕刚出生还不会飞，要活命就得跳下去觅食。妈妈，我一定要跳吗？傻孩子，你猜我是怎么长这么大的？不管了，赌一把。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，气氛组已就位，捡漏组待命。由于开头的老大完美遗传了父亲的基因，翅膀不硬嘴巴硬，120米摔下来硬是一声没吭。于是老二决定走背面，那边岩石多能缓冲，这是非常的感觉。再加上它绒毛密度是羽绒服的3倍，能抵挡大部分冲击，可以让它死得更安详。居然没死。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一劫。背面正蹲着捡漏组的大黑，好在小燕母亲及时赶到。虽然大黑紧随其后，但燕妈凭借着超强的蛇皮走位，成功的让小燕被大黑叼走。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让老二顺利与老大重逢。对，下面有请3号选手。好话说得老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狡猾的老三一脚把老四踹了下去，但老三真的是狡猾。哎别啥情况？两兄弟的姓名在生死簿上闪啊闪的，最终4兄弟在阎王殿团聚了。果然强者从不抱怨命运，因为强者都融入了环境，找都找不到。山顶上最后一只燕宝宝在风中凌乱，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？难道就要一辈子吃个毛吗？去你个鸟命！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只有拼搏过后才会发现，鸟生并非无路可走，还有死路一条。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不，给我逆转！嘿嘿，活过来了！让我们恭喜燕爸燕妈喜提独生子一枚，从此开启幸福生活。不对，等等，你们别走啊！我老六还在上面呢，谁让你们把巢建在这屎不拉鸟的高山上？为我花生，为我花生啊！